来吧，咱们再来看一看新玩具 WW01啊，这一款也是一个第四方生产的 MPM03 模具，应该算是一个精图版，但是它尺寸是远大的。说起来啊，大黄蜂这个角色是真的不喜欢，看腻味了。但是当时的03模具也确实惊艳到了我，这是我个人感觉大黄蜂模具里边设计最好的一个，也确实值得称得上是大师级。虽然是上下变形吧，但是一些零件隐藏收纳真的非常的妙啊。也当时就是因为买了03，感觉这个大黄蜂设计的非常非常的有想法，零件的收纳，包括真人电影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因为买了它，才让我有信心去订04，结果04出来了，各种各样的翻车。想想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看一下这一回的 KO 版，其实在涂装这方面做的还是挺精细的，包括前边车头的一些涂装、轮毂的涂装，甚至这个倒车镜这个地方也有涂了银色的漆，挺亮的。后边尾部这里车牌子、雪佛兰的一个标志啊，车尾灯这些都有涂装。轮子滚动的还是挺不错的，而且我当时很喜欢03模具啊，它这些地方的细节做得很好啊，包括你看这里边的一个刹车盘，这应该是个橡胶的轮胎，看包了一层橡胶皮的，而且03的模具还能把武器收纳到底盘下，这里有一个 C 型的咬扣子，闭炮。首先拆车门，这个地方的卡扣挺长的，把这个车门打开以后，下方这儿有一根滑道，拉一下。这个 KO 版啊，因为涂了很多的漆，所以这个滑道这里会非常的紧。拉出来门以后，顺势把后边的这个三角区域的玻璃也拉出来。这个一定要拉到底啊，不然最后变形的时候这一块翅膀无法折叠到位。好了，这回算拉到底了。然后双段关节我们把它贴到前方去，另外的一边也是，这里抠开，这边就好多了。好，然后来拆车屁股。车屁股这里有很多的咬扣啊，上下结合的地方，把它都抠松，然后车就可以分开两半了，中间一个连杆，这些是合金杆。这个合金件没有变，来变腿部吧。腿部把这一块让过来，注意一下装甲的方向。接着摊开挑起来，把这里腾开一些空间。脚丫子 Z 字折叠拉出来。这个脚板我感觉好像有改模啊。脚趾头这些地方我感觉和之前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了，好像有改。侧面轮子放下来，然后把这个地方锁住它，这里再放下一个脚趾头，先放再锁啊，不然这个脚趾头会被绊倒。它同时锁这个卡扣，锁住轮子边缘也会把这脚趾头锁定到，然后这个脚趾头我们折到这儿就可以了。接着Z 字拉伸，这里边是齿轮关节，折到底，前方这里是一个咬扣，把这咬扣得卡进去，好，固定起来。接着这块盖子贴好 ，Z 字折叠，叠满它，回转过来，包好这个地方的卡扣套上去，卡住。那这一条腿就变得差不多了，我们把这个零件旋转一下，腰部这个腾出来，再锁。好，其实来说，当时03的这条腿设计，我觉得就很精彩啊。另外一条腿的变形，抠开这个边缘，注意这里套上去，然后把这块拆松，卡扣拉出来，往上先抬一点点 ，Z 字折叠。把这个脚踝从这里边掏出来，折到位，轮子打开卡扣，从这边翻下来，先把脚趾头后脚跟的这个脚趾头折到位，然后锁这个卡扣。这回的这个料子啊，把玩起来的手感是偏
柔韧一些的，比较软，但是韧性还不错。注意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把这里一定要顶到位，咯哒锁上才行。这块贴合好，卡扣挂上，好。侧面这里的卡扣翻上去，车头这里先往开拔一拔，拆松，把这点的卡扣让过来，往前提。这下方有一个双关节啊，把这里错一下位置。车灯这里也是压的透明件进去的，层次感也是挺好看的。然后把这一块的卡扣打开，中间这打松掉，把这一块前轮子稍微的往旁边腾一点空间，主要是打开这个卡扣啊，好，稍微的腾一点点空间，然后车顶挡风玻璃这一块卡松，胳膊从这个地方的卡扣卸下来，好，直接折叠拉起来，掏一下，把两个胳膊整体的解放出来，然后脑袋顺着这个地方翻转，翻转上来以后卡住，卡到位了，然后开始卷这后边这一大坨，先从这里卷一大，再卷一大，再卷一大，卷到这儿的时候记得开车顶，把这个挡风玻璃贴上来，翻转180度，折叠好，然后再往里卷，弹开这个地方的空间啊，卷到肚子里边去，给它完全堆叠到这里边。其实这个设计我当时超喜欢，车顶那么大一块盖子，完全团到肚子里边，这个尺寸做的非常的带劲。可能这也是后续一些 UT 的小车模具设计时候的一些灵魂吧。我觉得就是从这里带入的，然后这个地方的卡扣找一找，哎，卡住。侧面这里两个肋骨往上卡，它这个地方有两个卡扣啊，一个圆一个横条，注意这两个地方都得卡上。好，这里卡到位，看到这个卡扣凸出来就顶满了。另外的一边也是顶满，好，肩膀可以放下来了，这块往后折，贴起来，然后把这两个小尖放下来，卡扣卡上，这个卡扣连接。这一块吧，还是可以旋转一下，从这边转，转到这里有一个凸起的点，卡一下，这个造型来说会更加的还原一些。仔细看一下，其实在一些细节的地方还是有改模的。然后嘛，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翻了，直接把这臂炮插进去就好了。把这打开，是这个方向，插上。然后再把这个地方双段关节错一下，把这卡扣挂上。另外的一边，打开盖子，我们把这只手翻出来，搓一下，把这里挂上。好。哎，这里是不是增加了一段关节呀？我记得原版这里好像没有这段关节呢呀。两个小领子，球形关节立起来。脑瓜顶这里还是一个合金架，这块也是个合金零件。把这里打开，然后 Z 字折叠，当然也是可以翻下来这个战斗面罩的，变成这个样子。不过不好看。好像在一些细小的地方改完了以后，这个大黄蜂的可动也好了，包括一些造型也好了，会比原先的更加上了一层楼。
涂装做得很精细，也把之前的一些本身这个面板上边的一些细节刻画勾勒出来以后会更加的漂亮。03这个模具啊，本身来说设计已经是非常牛逼的，我当时对这款模具的一个设计赞不绝口。但可惜呀，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还是那句话，没有这个03，当时玩到了以后，我也不会去定那个04嘛。所以呀，03真的是对于 MPM 这条线来说，起到的是一个，你不能说是一个开山鼻祖吧，起码也做到一个承前启后。毕竟之前这个系列的01、02款是老的电影模具的一个重涂，你再加上身上这些涂装一做，把这些小的细节一改，其实我觉得这个大黄蜂还是非常非常带感的。虽然我很讨厌这个角色，但 MPM03 真是一好模具。哎呀，我终于把它撕开了，胸口这边还可以往开撕一个 V 字形，应该是这样，层次感更加分明了一点点啊。竟然在这么小的地方也做了一些这样的设计，可以说啊，这个模具在原有很精彩的基础之上，又做了这些细小的改动，算得上锦上添花。能把这些小的细节都做出来，也像是真的电影玩具那样，就是电影里边所展示出来的那种效果嘛，一层一层的那种胸口炸开的感觉，其实不错，效果还可以。但是在这个玩的过程中，给我的感觉啊，首先第一个，因为身上做了全涂装的一些金属配色了什么的，所以在一些关节变形的时候会显得有一点紧，变形起来不是很好方便去操作的，需要你对这个03模具有足够的熟悉。第二个，有一些改完模的地方，比如说脚趾头这些地方，在变形收纳的时候其实挺不好往里放的，也是那个角度什么的找得特别的死。再有就是这回的用料，它是那种非常韧性的料子，就是你摸起来它就很有软，就很有弹性啊，摸起来就软软的。但支撑力度感觉目前来说看着还行啊，我不知道它下边有没有白痕，因为全身涂装了，上了漆以后的效果也看不出来。但终归来说吧，在细化下来了03这个模具以后啊，感觉这个大黄蜂还是在一些地方挺有想法的，能把这些身上细小的东西都增加出来以后，应该会让更多电影玩家更满意吧。那么这一款 WW01 的大黄蜂就是这样了。